刚刚各位看到片头很帅吧？这是由我们那个车友何浪拍的。何浪他本身他的兼职副业是摄影师哦，然后平常他也都在上班。但因为看了我频道之后爱上骑车是吗？那时候看到孟哥骑重机，有没有想说，人生应该要有梦想？没错，对，趁年轻去追梦。之前你们看我影片啊，都是第一视角 ，GoPro 的画面居多。这个视角几乎不太什么需要构图，但拍车子嘛，我是想要加入一点比较动感的元素啊，所以才投资这一支。那也是感谢何浪来给我技术指导，专业中的专业，专业拍出来就是不一样。那今天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今天要请何浪来介绍他的这台车。这台车你大概买了1个月哦，刚好满1个月。我相信他应该会有很多心得啊，跟大家分享。在开始介绍何浪的车之前，先让我来介绍一个我相见恨晚的马鞍包。等一下，太亮了，戴一下墨镜。后来，这个是复合乐视的12公升的马鞍包。这个马鞍包为什么说相见恨晚呢？来，我们看一下，我跟你们讲一下细节，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第一个，你看它的大小，这个地方刚好卡在我的脚踏的边，然后呢，另外一边，来，这个后尾灯是不是刚好差1公分？完全的刚刚好契合在一起。然后来下面的高度呢，刚好又不会挤到排气管。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相见恨晚？因为之前的马鞍包啊，找了很久，要么就太小，要么就太大，这个完全刚刚好。这个厂商要寄给我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如果不合我再还给你。结果没想到，哇，这么完美！这个马鞍包的系的方式啊，非常简单。它这个是要靠这边呢，把它系住，反扣过去，2条带子，这样是支撑住的。另外这个马鞍包呢，还要再买它那个马鞍包的挡架，这个虾皮都有在卖，很好买。那挡架可以看到我用2个，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样会更稳固一点。重点是12公升的马鞍包到底可以放多少东西？给你们看一下。第一个，它的背带。再来呢，它有附一个防水袋。这个马鞍包它防水等级是那个 IP5的等级，所以它是一般防泼水。但是附上这个防水袋呢，完全可以防水。然后我的马鞍包里面会习惯放一些随身工具，比如说手套，然后还有一些绑带。随车工具一定要有的。再来呢，补胎器一定要有。出去的时候呢，想购物 shopping 又没办法背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再多个背包。哎，外出呢，我们常常会遇到破风的时候，补好胎要怎么办？要打气嘛，所以又可以放一个打气器在里面。打气器我觉得是骑士必备的。最后骑士最怕遇到什么？下雨嘛，所以我又放了一套2件式雨衣，而且我这个是加厚版的哦，看很大一件，而且很厚的，是这种冬天也可以穿的，防寒。然后下暴雨的时候呢，这个绝对没有问题。雨裤，你认为这样就没了吗？还有里面呢还有绑带，绑带呢这绑带很特别哦，就是可调式绑带，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我们有时候需要系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很好用。然后它有附2条绑带，我就把它当用力的，这是这个马鞍包的绑带。最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空间哦，还有一个小夹层，我还可以放我的充电线啊，然后你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啊，像一些女生的小化妆包啊什么的，非常方便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骑士出去必备的东西啊，所以你就只要背个小背包，或是像我们这样有外出需求、拍摄的需求的时候，放我们的器材，其他东西你都不用烦恼。出去的时候，万一遇到爆胎，或是遇到车子有一些小状况需要维修一下的时候呢，都有简易的维修工具啊，下雨也不用怕。所以这个马鞍包我觉得 CP 值超级高，重点是又好看。在海洋的车友看到这部影片，下方链接直接买起来了。其他车友可以考虑，那这个尺寸规格的在荧幕上，你各位可以看一下，回去丈量一下，我觉得应该很适合大部分的车种了。好，看到这边呢，很感谢刚刚各位把那个业配都看完了。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观众你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呢，也要继续下去的动力啊。业配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我才有更多的动力继续坚持创作更好的作品，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来请拥有 CB300R 的新车主来好好分享一下他用车的使用心得吧。身为一个观众啊，我最想要知道是说，为什么新手你会想要买这台车呢？300的动力，我觉得非常符合台湾的道路的使用。另外的话，就是它能够上快速道路，还有高架桥，所以像我从基隆要去中和通勤的话，其实我走高架桥很快就可以到我的目的地了。所以基本上路权是你优先的考量的一个原因之一。对，另外一个就是车真的很轻。哦，真的，它这台车好像只有145公斤，超轻。对，装备重量，基本上它跟我以前骑云豹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刚牵我的带狼，将近快80公斤，很重，完全感受得出差异。另外你已经拥有1个月了，我会很好奇知道说，你可以用一个最好形容词来形容一下你对这台车的感觉。性感，性感。你看，性感的大圆灯，复古大圆灯。有性感，性感的，又帅气的油箱，哇，性感的翘尾。你这样讲真的，这台车很符合性感的元素哦，完全符合我对于挡车的期待。你觉得它的优点跟缺点有哪些？优点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车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哦，你看，像我现在跨上去，我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去摆动我的身体。
然后在骑乘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压力。另外一点的话，是因为我跟我老婆会一起出游，所以我有很重度的双载的需求。后座坐垫的部分，当初其实我好几台车在做考虑嘛，就是CB350啊、忍400啊。那忍400直接被淘汰的原因就是后座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坐。那时候我们去试乘的时候，觉得CB300的后座好坐，那另外骑乘呢其实也蛮舒服的。再来就是性感的外形，连我的老婆都喜欢。对，所以这是你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嘛？对。那缺点呢？缺点的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它车子很轻，对，所以像我之前在骑那个南港的联络，就是快速道路的时候，只要侧风强一点的时候，非常容易车子就飘来飘去，所以你就要花蛮多的力气跟时间去稳定你的车身。车太轻是一个缺点。对，然后另外就是动力上面的话，确实。跟其他的双缸的跑车啊，或者说我们在600级距以上的，就真的会有差。对我的定义来说，它就是一台可以载老婆出去又骑得很帅，然后又可以有很完美的去重新拥有一台挡车梦想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重新找回那个骑车的热情跟那个热血。真的，以前我跟孟哥分享一个超好笑。以前我在骑云豹的时候，那时候云豹是150cc 的，所以它是没有平衡轴，它骑起来的时候震到跟那个在做按摩椅一样。老婆跟我骑大概20公里，她就讲说我想要下车休息一下。动没掉。对，动没掉，这台没有这个问题。真的，而且我觉得你跟老婆骑在出游啊，可以重新找回那种热情。还有，我觉得骑车跟开车最大的差异啊，就是骑车可以闻到各种味道，闻到树木的味道、水的味道、树叶的味道，还有那种芬多精的味道等等，它有太多味道可以去享受、去感受到。开车这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跟观众补充说明的？如果你是一个不会解放你右手的男人，那这台车可以很轻松让你跑到1公升30多公里。我目前是1公升33公里左右，省油，非常省油。另外是因为单缸车嘛，所以保养起来其实还蛮方便的。是就开1罐半的机油，那半罐还可以储存，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保养它是几乎不会有任何压力的。经济效益来讲是非常有 CP， 非常值得的。所以这台车我预计我要拥有它5年。哇！就像我们标题讲的，我认为这台 CB300啊，可以列为新手最好入手的一台高 CP 值的黄牌挡车 CB300R。当然，我的 SB300也是不错的，不过抱歉，它没有新车啦，它只能买2手的啦。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动态表现如何。Go！忘记跟大家介绍，今天我们拍摄的地点就在我们基隆地标后面的这个操场。这个操场以前是太平国小的操场，因为少子化的冲击，太平国小于2017年，当时学生只剩下30名左右，所以最后决定废校。原校址现在已经变成太平青鸟书店。太平青鸟书店也被誉为全台湾最美的书店之一。外县市的朋友们，如果来基隆没有来过这个地标这边呢，一定要来这边走走看看，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来，都别有一般风情啊。开车或骑车的朋友，只要 Google 地图搜寻基隆地标公园，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操场旁边的停车场了。那最后感谢我们的车友何亮，今天帮忙拍摄了如此美丽漂亮的画面。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各位拜拜。